肃60岁流浪老太，减5年废品建了座3楼城堡，建成后却被推平了。在甘肃成县的宁静村庄外，一座高达7米、风格奇特的城堡曾矗立在土坡之上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这座城堡的建造者竟是一个60岁的流浪老太。5年来，她凭借一己之力，用从垃圾场捡来的废品，一砖一瓦地构建了这个奇迹。然而，就在城堡完工之际，她却在1天之内被夷为平地。这座流浪老太的心血之作，连同她的身影，一同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。那么，究竟是谁摧毁了这座城堡？消失的老太又去了哪里？孟小维是一名年轻的独立纪录片导演，常年奔波于中国各地，寻找有趣的人和故事。他的作品多关注社会边缘人群，试图通过镜头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百态。2018年夏天，孟小维来到甘肃陇南采风，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奇特的建筑。那是一座由废弃砖瓦、破旧木板和各种回收材料搭建而成的3层小楼，外形酷似童话中的城堡。这座城堡虽然简陋，却透露出独特的艺术气息。5颜6色的碎瓷片镶嵌在墙面上，形成了奇异的图案。门窗则是用各种形状不一的废旧木板拼凑而成，给人一种异想天开的感觉。更让孟小维感到惊讶的是，这座城堡的主人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妇人。她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与这座充满童趣的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孟小维的好奇心被彻底勾起，决定深入了解这位老妇人和她的城堡。经过多方打听，孟小维得知这位老妇人名叫张素英，今年已经60岁。张素英出生在河南省一个普通农村家庭，从小生活艰辛。她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，家里还有3个弟弟妹妹要养活。张素英从小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天赋，她喜欢用泥巴捏小人儿，用树枝编织各种小玩意。可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些爱好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励。年轻时的张素英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，她嫁给了邻村的一个年轻人，但婚后生活并不如意。丈夫嗜酒如命，经常对她拳脚相加。2年后，张素英忍无可忍，带着年幼的女儿离开了家。离婚后的张素英带着女儿回到娘家，但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。她的父母认为离婚是一件丢脸的事，对她冷眼相待。弟弟妹妹们也觉得她是家里的负担。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，张素英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异常。她开始出现幻听幻视的症状，经常自言自语。家人将她送到当地的精神病院治疗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出院后，张素英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，她经常独自一人外出游荡，有时一去就是好几天。最终，在一次长时间的外出后，张素英再也没有回家。从此，她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流浪生活。离开家乡后，张素英在全国各地流浪。她走过了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宁夏等多个省份。在流浪的过程中，她靠捡垃圾、乞讨为生，有时也会在工地或农田里干些零工。流浪生活虽然艰辛，但也给了张素英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她不再需要面对家人的冷眼，也不用担心被送进精神病院。在漫长的旅途中，她渐渐学会了与自己的幻觉和平相处。2013年，张素英来到了甘肃省陇南市的一个偏远山村，这里山清水秀，村民们热情好客。张素英觉得这里很适合安身，于是决定在此安家。村民们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流浪老太太既好奇又同情，他们给张素英提供食物和衣物，让她住在村子边缘的一间废弃砖瓦窑里。张素英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，决定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。张素英选择在废弃砖瓦窑的基础上建造自己的家。这个地方位于村子边缘，不会打扰到其他村民的生活。同时，砖瓦窑的残垣断壁也为他提供了现成的建筑材料。为了收集更多的建材，张素英每天都会在村子里和附近的山林中寻找各种废弃物。他捡来破旧的砖块、木板、塑料桶，甚至是废弃的家具和电器。
村民们看到他辛苦的样子，也会主动给他一些不用的东西。建造过程中，张素英遇到了不少困难。他年纪已大，体力不济，搬运重物常常力不从心。有时候刚堆砌好的墙壁会因为不稳固而倒塌，他只能一次次重新来过。但这些困难并没有打倒张素英，他展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创造力。他用泥巴和稻草混合制作水泥，用废弃的铁丝和树枝编织成钢筋。他还将捡来的碎瓷片镶嵌在墙面上，创造出独特的装饰效果。村民们对张素英的行为反应不一，有人觉得他是个怪人，有人则对他的创意和毅力表示钦佩。大多数村民选择不去干涉，只是默默地关注着这座奇特建筑的诞生。经过5年的努力，张素英的城堡终于建成。这是一座3层高的建筑，占地面积约50平方米。虽然看起来歪歪扭扭，但却有着独特的魅力。城堡的外墙上镶嵌着各种颜色的碎瓷片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门窗是用不同形状的木板拼接而成，给人一种异想天开的感觉。屋顶上还竖立着几根长短不一的木棍，像是童话城堡的尖顶。城堡的内部结构也十分独特。1楼是张素英的起居室，摆放着她捡来的各种家具。2楼是她的艺术工作室，堆满了她用废品制作的各种小玩意。3楼则是一个露天的平台，张素英经常在这里看星星。对张素英来说，这座城堡不仅是一个栖身之所，更是她生命的意义所在。它代表了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体现了她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在建造过程中，她找到了内心的平静，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。这座城堡成为了张素英自我表达的方式。通过这种独特的建筑，她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。虽然她无法用语言清晰地表达自己，但这座城堡却成为了她与外界沟通的桥梁。然而，张素英的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。2018年底，当地政府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座违章建筑。由于没有任何建筑许可，且存在安全隐患，政府决定拆除这座城堡。拆除的那天，张素英站在城堡前痛哭不止。她试图阻止推土机的推进，但最终被工作人员劝离。在短短几个小时内，她耗费5年心血建造的家园就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失去家园的张素英被送往当地的救助站，工作人员为她安排了住处，提供日常照料。但习惯了自由生活的张素英无法适应救助站的规矩，经常闹情绪。不久后，张素英趁工作人员不注意，偷偷逃出了救助站。她回到了城堡的废墟，在那里徘徊了几天。她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残存的砖块，仿佛在告别自己的梦想。最终，张素英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。她带上自己的一条小狗，背起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包袱，再次踏上了流浪的道路。村民们看到她离去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惋惜和同情。孟小卫将张素英的故事拍摄成了一部纪录片，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。许多人被张素英的经历所打动，对她表示同情。也有人质疑政府的做法，认为应该给予这样的边缘群体更多关怀。张素英虽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，却依然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生命的意义，展现了人类顽强的生存意志。如今，张素英的现状依然不明。有人说在某个城市的垃圾站看到过她的身影，也有人说她已经回到了家乡。无论她在哪里，我们希望她能够平安，能够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张素英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中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。她提醒我们，在追求发展的同时，不应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。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特立独行。这个故事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。在物质至上的社会中，张素英用她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。她告诉我们，只要心中有梦想，哪怕身处逆境，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